看到敌方蓝色头像框来攻击你的时候，你会有什么反应呢？如果你也想成为让课长讨厌的钉子户，请不要错过这一集 S29DXB 与 S118 ES0 的圣剑争夺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场 gameplay， 双方人数大约都只有17、18个人，对手大约有4到5个蓝色头像方的中大课长。因为对手的车头较多，初期对方在建筑物上是占优势的。可是我方大课长能力更胜一筹，在队友不断的支援之下，逐渐扭转了劣势。如果你是想要带领团队取胜的中课玩家，或者是想要在圣剑里面发挥，造成一定影响力，成为让对手讨厌的无课及小课玩家，这场 gameplay 应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Let's blast open your heart. 先找找看有没有敢独自冲出来的小朋友。因为刚刚看到这个对手战力大约3亿，觉得应该可以打赢他，所以就直接攻击这个建筑物，看能不能顺便吃到一些他们增援的士兵。这边这个 Dark Eye 我打不赢，他 TG8， 而且有2个兵种是 T11。对方这个陨石课长专注在建筑物，是我感到最麻烦的类型。因为游戏才开始2分钟，这边建筑物应该没有增援满，所以过来直接敲这个建筑物。马就是一团激战，我通常不会过去淌浑水。如果时间允许，就增援队友的集结攻击。这边建筑物如果攻占下来，就赶快自己派增援士兵，可以再多吃一点防守分数。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，在士兵即将抵达建筑物时，还是要确认一下是不是已经被敌人攻占下来了，不然就会像这样一样被吃掉。这个是我刚刚打不赢的 Dark Eye， 他又来找茬了。不过因为他攻击的距离很远，而且我们的实力差距不算太大，所以我决定要跟他硬刚。可以看到他们使用非常多加速来增援。他这样子实在浪费太多加速了，勉强把他打掉之后，如果队友增援我，他就很难单独把我突破了。
所以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在圣剑使用太多钻石在加速上。这边有一个队友来增援我了，我们应该可以抱住这个建筑物好一阵子。修女增援马厩，1分钟出发。感觉对方有越来越多人聚焦在这里了。情况越来越不妙，其实我是希望旁边这个增援的队友赶快离开，因为他很有可能被一发突破。果然有陨石的大佬出现了。其实看到陨石大佬出现，真的抵挡不住，就直接离开就好了。因为城堡被烧了，飞走，增援的士兵也是会回去，这样就会变成无谓的牺牲了。其实我看得很开，真的挡不住就挡不住。他们打下来，我再飞到其他的地方找机会就好了。可以消耗到对方这么多时间还有资源，其实真的已经心满意足。其实圣剑大家都是有用的，每个人都是一个齿轮，不要觉得自己被大佬一下碾过就没有用。其实相对于队友而言，你也是拖住了大佬很多时间。你越是难缠，帮队友争取到的时间就越多。他们或许就可以趁机攻陷其他的建筑物。有战报一定要分享给队友，其实就是让大家评估一下自己会不会被单人屠城。这边我犯了一个错误，一直在联盟频道讲话，其实应该要在战场频道讲话。我一直在很后面才发现，才想说队友为什么都不说话、不分享战报，大家不要跟我一样犯这个错。
看到这个人派兵出击，就会觉得他主力不在家，想要打看看，会先打一发试试看。趁敌方主力英雄不在家打，绝对没错。看了一下战报，发现不行啊，士兵实在太多了。各位可以看到，他其实只有开10% buff， 只要有开全部的10% buff， 其实战斗体验就差很多了。
因为我方建筑物落后太多了，实在有点焦虑。这个地方只有一个敌人防守，而且他的城堡不在这里，他要攻击过来一定要花很多时间，所以先来占领这个建筑物，帮助队友吧。刚刚打下来的那个大佬攻击过来要1分半，一直疯狂使用加速，到只剩5秒，他也真是有钱。不过他浪费这么多加速这样过来，这不是长久之计。回来又看到他的头像，才发现他刚刚做了这么疯狂的事情。其实只要有一个队友增援，他要打下来也是很勉强的。不过单人我们是绝对打不赢他的，即使是他的第2队，大概只能打他1/4。我就是咬住他增援距离很长这个弱点，决定再打他。侦查的过程中，发现很多建筑物大概都在1200%左右的数值，只要小于1000%就算相对低的了。来试试看。传送过来，单人把建筑物打爆。又可以捡到全部辎重车的机会，实在很棒。而且我记得攻击人家建筑物里面的部队，比防守方获得的分数更多，要多侦查才找得到这种突破口。
看起来我跟队友2个人的防守可以挡住这个中课长，他也一直没有把主力派过来，可能是在防守他的建筑物吧。这种侦察战报真是太香了，一定要马上过来把它打爆。1800分也不无小补。在这一瞬间，敌方减了1万多分，左上角的建筑物爆了。看到这个1400分的胜气积分，实在是太香了，一定要赶快减。刚刚还落差差不多5万分的，现在大概只剩下3万了。这个建筑物顺利打下来的话，来回又可以拉近4400分的距离，看起来进行得非常顺利。我有一种感觉，对方的续战力好像越来越不够了。其实对方的大佬大约都在3亿多、4亿多战力左右，这跟士兵的数量有直接关系。他们有可能打到士兵不太够了。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为了移民砍掉大量士兵，除非逼不得已。那个真的太痛了。你如果好不容易累积到200万士兵，突然砍掉80万，那其实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可以复原。如果士兵很少，在圣剑可能又一下子被人家打爆。刚刚驻守在这个点的蓝色头像框大佬离开了，有可乘之机。我们是不可能打赢大佬的，所以就等他离开的一瞬间。不过他们也很快就有大佬补上，所以这边是失败了。没关系，这边只是告诉大家一个观念。等大佬离开的一瞬间，我们就可以去攻击他原本驻守的建筑物。
伤兵已经累积到大约60万了，还在思考要不要治疗。如果你的兵越多，你就可以越慢决定这件事情。这个大佬开始受不了了，打人家的城，队友赶快把主力收回来，这样是对的。身为无氪小氪的你，如果开了全 buff， 决定要好好防守，那就要全力的防守，不然就一开始直接传走就好了。突然发现遭遇大佬的怒涛连击，有点纳闷。不过建筑物好像也没掉，所以就继续增援士兵。因为步兵只要被突破，接下来就会兵败如山倒，所以我现在增援，直接增援全步兵。治疗也是治疗全步兵。看到对方大佬这样自暴自弃的攻击，而且他也没什么士兵了，每一波都是少少的士兵，发现续战力真的是很重要。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就是每次跟敌人的战斗，你都要想象成是一场交易。如果你一下子大亏，你没有士兵了，那也没有底气跟敌人再继续打下去了。如果每次的交易敌方都慢慢的亏损，那久了他们就没有续战力了，就会像现在这样。
因为它直接传到我城旁边，要增加攻击我的频率，所以我把主力英雄抠回来，不然一直用没有装备的英雄来挡，其实有点亏。这个大佬就这样子被一兵烧成飞走了。中间建筑物我方的防守士兵没有满，对方有大佬在旁边。像这种10000分以上的建筑物要特别小心，万一真的不幸喷出来了，就要急着去捡。
现在中间19000多分，这是对方唯一可以翻盘的机会，所以对方全部在这边进行集结攻击。那我方的大佬其实也有注意到，有来防守这边，而且我们士兵是满的，所以对方要打下来并不容易。而且我方有很多队友都在那边等着捡分数，所以这个状况应该是蛮稳的。发现马厩的防守很弱，就传送过来攻击。大家有没有习惯？如果把很弱的对手击倒之后，直接点击他的部队，然后看目的地，就可以找到他的位置。有时候可以这样子直接找到很弱的目标，再去攻击他的城堡，可以赚很多分数。
我注意到自己的步兵已经剩下很少，因为增援太多建筑物，把兵力都分散了。所以接下来如果被人家打，可能很容易就会烧起来。如果站在对手的角度思考，这时候反而我方玩家的主城会露出破绽，因为士兵都分散去支援了。突然发现画面闪红光了，大佬的攻击一定要给予尊重啊！赶快使用传送把四处增援的士兵拉回身上。拉回来的话，步兵有70万；没有拉回来的话，只剩20万，那差很多。那因为之前在右上角的建筑物已经跟这个大佬交手过几次了，知道他的实力。所以如果他接下来再继续攻击我的城镇，我就会直接防守。看到这个战报，如果我没有把士兵全部拉回来，刚刚应该真的会烧起来了。因为我已经承受住他最强的攻击了，所以我现在就变成他眼中的钉子户了。他只能对我恨之入骨，却没有办法把我拔起来。这个大佬虽然攻击力蛮强的，但是他也没什么士兵了。
对方只是想要再多赚一点分数而已，看能不能把这个建筑物打下来，分16000分。但是其实我方的大佬在这边防守，我看他们是很难的。那最后这一场战斗由 DXB 获得胜利，我觉得这一场战斗的关键就是续战力，对手的续战力并不如我方，所以在30分之后，逐渐就被我们翻盘。也希望每位观看我影片的观众，可以好好的累积士兵，这样长久以来，你的圣剑一定会变得越来越硬，越来越强。变成大佬眼中的钉子户。